乌克兰城区遇袭，岌岌可危，但乌军却杀疯了，2天连坠9架俄战机。自开战以来，俄空天军已损失420架固定翼飞机和340架直升机，这究竟是谁给谁去军事化？11万俄军猛攻红军村，希尔斯基亲赴一线，摆平一切。战争毁灭了俄罗斯一代人，俄新建督战队 2.0 大杀季方。因为乌克兰，北约和俄罗斯摩擦升级，乌克兰成老师指导美军战绩。特朗普再承诺对俄实施最大制裁，可信？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第一天4架，第二天5架，乌克兰现在真是杀疯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吧？乌军 SOS 特种部队仅用价值500美元的 FPV 无人机就毁伤了俄空天军位于俄罗斯马里诺夫卡机场的4架苏34。要知道，每只鸭嘴兽造价可是高达5000万美元，连损4架就是2亿美元的损失，再加上被波及的跑道和相关配套设施，短短10几分钟，俄军就损失了至少 2.5 亿美元，这效比真是没谁了。而这次行动也被网友称为 3.0 版蛛网行动。对此，俄罗斯媒体炸锅了。如与俄空天军关系密切的著名电报频道 Fat Bomber 证实该消息后，哭丧道：“又是数十亿卢布的损失，这原本是能够避免的。”俄军事博主西蒙诺夫更是咆哮道：“渎职者应该送进监狱，给我送到前线当炮灰。”据悉，俄军列装的163架苏34已被乌军摧毁了38架，且在这一系列打击过程中，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同日，乌军还出动远程轰炸无人机，袭击了俄本土布良斯克州1061号火箭燃料和润滑剂储存仓库，以及别尔哥罗德州一座10000吨油料储量的加油站。到了次日，乌军更是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基洛夫军用机场，现场直接炸毁了俄军3架米8、1架米26和1架米28，一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也在爆炸中化为灰烬。据乌方统计，自全面开战以来，俄空天军已损失420架固定翼飞机和340架直升机。而从6月1日的蛛网行动到6月28日，短短27天，乌军毁伤俄军50架各类型飞机。要知道，50架战机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国全部的空军力量了，其中还包括多架高价值的战略轰炸机。但俄军宝贵的军事资产却在乌军廉价无人机的打击下化为了灰烬。这是谁给谁去军事化？以俄罗斯当下的经济状况与材料储备，再想制造出如此多飞机，恐怕是难上加难。如今俄军中远程轰炸机包括图160、图95和图22，全部调到了远离乌克兰边境的地区。如图95全部集中到了远东阿穆尔州的乌克兰卡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边境足有7000公里，要飞行11个小时才能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这也是俄军在近期空袭中很少发射远程空射巡航导弹的主要原因。而乌克兰空军方面，据相关人士披露，乌军在得到盟友大力支持下，目前已拥有94架 F-16和128架经过改造的苏系战机，且全部接入了北约数据链系统，双方力量差不多。但乌军有2架萨博预警机，已经有盟友情报支持，而俄空天军只有1架老旧的 A50U 预警机。可以说，乌克兰空军如今已经能够与俄空天军争夺制空权了。此外，据开源情报报道，6月30日时，莫斯科城区再次发生大规模爆炸。现在详细的情况还不明朗，但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莫斯科的上空已经弥漫着经久不散的黑烟，同时闪现出耀眼的火光。值得注意的是，6月25日前后，乌军才刚刚对莫斯科的工业区发射了多架无人机，这一次也不排除是他们发动了空袭。具体的战况，火力军将实时跟进关注。到了前线战场，北线库尔斯克利格夫市遭到了不明武装的袭击，一些俄频道消息显示是被友军无人机误击的，也有消息说是反俄的游击武装发起的破坏行动，具体情况尚不明朗。但边境的战斗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如乌军在边境战斗中成功收复了亚历山大村在下一城。若从地图上看，就会发现如今的俄军仅控制着亚历山大村东北方向1-2个定居点，其余村庄都已被乌军收复。当然，俄军也并不都是草包。战争研究所战术地图显示，乌军至今没能完全收复沃夫昌斯克镇，且至今仍有5个边境定居点在俄军的控制之下。除了库尔斯克至苏梅的边境地区外，乌克兰还对俄罗斯其他地区发动了攻势。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率先向别尔哥罗德的沃洛科诺夫卡一带发射了无人机群，目标直指当地的一个俄军据点。
初步信息显示，该据点遇袭时聚集着大量俄军士兵和武器弹药。从流出的视频看，该据点上空弥漫着黑烟，同时伴有强烈的爆炸声。但俄方的说法却与众不同，只是声称乌军击毁的是一座变电站，随后引发火灾，导致周围数十公里的范围内断电。目前详细的战况还有待确认，但不论如何，别尔哥罗德的俄军基地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乌总参谋部发布报告称，乌军击毁了布良斯克第120兵工厂的弹药库。稍早时候，乌军则空袭了布良斯克的第1060后勤中心。当地的信息显示，他们击中了俄军的一个导弹燃料仓库。现在看来，乌军这是同步发起的袭击，俄军武器和能源仓库都是被打击的目标。在东线利曼战场，俄军从5月份开始就集中兵力攻陷了大半个东部小镇里德科杜布。战役地图显示，这个空旷的小镇虽说战略价值不高，但却可以作为进攻利曼的战术支撑点。只可惜神勇的乌军仅通过2轮反攻就撕开了俄军防线，让俄军功亏一篑。托列茨克至红军村一线，俄军集中大量兵力，试图利用数量优势碾压乌军阵地，但现实很骨感。如据希尔斯基将军的报告显示，俄军目前已将最大的军事编队集中在了该方向，维持着约11.1万人的进攻。尽管每天都要付出超400人的伤亡，甚至没有装甲车支援，但俄军士兵依然不分昼夜进行人肉冲锋。希尔斯基将军说，红军村方向每天都会发生不少于50起战斗冲突。俄军之所以一直试图突破顿涅茨克地区的行政边界，其不仅是为了追求领土收益，也是为了宣传俄军的强大，同时满足自己内心几乎变态的心理需求。毕竟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打一个军事实力20名开外的国家，打了3年，不仅没有拿下，反而自己快被拖垮了，这让他们内心扭曲。此外，希尔斯基将军还特别强调，2周前俄军的破坏与突击小组特别活跃，但这些小队都被乌军摧毁。如乌军第132旅就通过残酷的巷战直接击溃了废墟建筑中的俄军，还抓获了一批俘虏。希尔斯基将军称，战斗最激烈的方向的局势已得到控制，俄方声称的占领舍甫琴科最大的锂矿完全是虚假宣传。当然，局势虽得到控制，但火力军认为该方向乌军压力还是很大的。当下，俄军重兵集团正在红军村南北2翼不分昼夜地进行外围拨点作战，以求对红军村进行战术挤压。乌军由于兵力较少，其防线目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驻守在红军村和托列茨克中间的乌军第110独立警卫旅就打得很艰苦。虽然其发挥优势，利用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摧毁了俄军多辆载具，但防区依然有俄军步兵渗透了进来，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加大。又或是西南的舍甫琴科和大诺希尔卡北面和南面，虽然乌军仍在阻击，但战场态势正在持续恶化。当然，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忧，俄军如今已没有什么坦克和装甲车了，仅靠民用车辆和步兵渗透作战，其伤亡非常大。权威军事媒体火力与突破指出，俄军如今每获得1平方公里领土，伤亡就要超过400人。要知道，此前的最高纪录为268人。如今，俄军突击部队往往还未闯过雷区，就在乌军无人机加远程炮兵的联合绞杀下，损失过半。据乌方数据显示，在6月份最后一天，俄军伤亡就已经超过102万人。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因为俄罗斯与日韩一样，都是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家。7000万男性人口中，减去老人、婴幼儿以及未成年者4400万人，再减去肥胖症、心脏病等无法从军的疾病患者1951万人，以及347万缺胳膊少腿的聋哑残疾人，整个俄罗斯适合从军的男性成年人数量仅为302万人。是谁毁灭了俄罗斯一代人呢？无疑是战争。那又是谁发起的战争？想必大家心里都有答案。回到战场，在乌南方向，乌克兰继续向赫尔松发动反击。据悉，乌军无人机部队朝赫尔松左岸的俄军阵地发射重型攻击无人机，投掷了122毫米和155毫米的炮弹。从流出的视频看，俄军基地出现了多个爆炸点，并不断向空中喷发出巨大的火球。这可能是乌克兰首次用无人机对赫尔松投掷大型炮弹。之前类似的打击都是用战机完成的，但如今无人机已渐渐可以替代，显然这将可以更高效，而成本代价也更小。如早些时候为拦截俄军空袭，乌克兰空军就损失掉了一架 F-16，飞行员马克西姆·乌斯蒂缅科则为了将飞机转移出居民区而不幸遇难，被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克里米亚方向，当地俄军5天内受到了4次遇袭，如6月27日，乌军发射无人机和射程700公里的地狱导弹无人机，打击了克里米亚俄军5座雷达站和防空系统，共摧毁2套 92N2E 多功能火控雷达，2套 91N6E 远程探测类雷达，
以及一辆 S-400 防空导弹发射车。6月30日，据 Austra 等俄媒报道，克里米亚西部的军事基地遭遇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俄军紧急启动了多套防空系统来拦截乌军攻势。画面中，克里米亚和黑海的上空已经被映得通红一片，远处都能看到明显的火光升起。截至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战况传出，但当地人表示听到了6起爆炸声，不排除乌军在无人机之外还发射了远程导弹进行打击。总之，从近期的袭击看，乌军对克里米亚乃至周围的海域都升级了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欲组建屏障部队决战乌东。根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公布的一段俄军士兵的通话记录显示，俄军正在组建屏障部队。这里的屏障部队属于督战队的 2.0 版本，其职责是将战场上逃跑的俄军士兵进行处决。其实苏俄一直都有这个习惯。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颁布270号令后，苏军的屏障部队大杀几方。据二战数据显示，莫斯科保卫战中，光屏障部队就打死了13500名逃跑的士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死18390人。通过录音中能够清晰地听到其中一名俄军士兵愤怒地叫喊：“他们是不是疯了？派人打自己人，应该先把这帮混蛋打死。”对此，多家国际智库分析认为，此次夏季攻势应该是俄军的最后一舞。如果失败，未来俄军将再也无力在前线发起大规模进攻，因为不仅战斗经验的兵员不够，用于进攻的武器装备也不够了。或许正是因为在战场失去了推进能力，才导致俄军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城区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季西在 X 平台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普京日前所说的北约最初承诺不东扩，俄罗斯是被欺骗才发起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谎言。他指出，普京的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2024年4月8日，普京欢迎北约秘书长夏侯亚伯访问莫斯科时公开宣布，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他认为对确保自身安全有效的选项，包括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官网的报道也显示，当时俄罗斯还建议北约东扩，来加强欧洲与全世界互信。莫斯科同样希望能够加入北约。事实证明，北约扩张从未对俄罗斯构成过威胁，只是阻止了莫斯科征服欧洲主权国家的能力。这或许才是普京抗议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在俄军发射超500枚架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城区后，乌克兰选择退出了渥太华公约。据法新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法令，宣布退出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理由是俄罗斯从未加入过该公约，且正在肆无忌惮地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泽连斯基还强调称，乌克兰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向所有合作伙伴发出信号，即退出条约，适用于俄罗斯边境的所有国家。在乌克兰退出的前几天，波罗的海3国芬兰、波兰都已纷纷宣布退出渥太华公约，并在与俄接壤的边境地区密集地布设了反步兵地雷，将俄罗斯与欧洲隔断成了2个世界。总之，俄军对乌克兰城区的袭击不仅未起到威慑作用，反而诱发了更大的弹簧效应。现在不仅有乌军展开的对等打击，世界也更加孤立俄罗斯了。其在援助乌克兰上，全球50多个国家官方对乌克兰伸出了手，如尽管匈牙利千方百计的阻挠，但欧盟依然通过了援乌306亿欧元决定。又或是澳大利亚为乌克兰送上了49辆迷彩版 M1 主战坦克，目前已到了波兰热舒夫，这批坦克应该很快就能够投入战场。此外，还有120多个国家，大约1500万民间人士慷慨解囊，为乌克兰筹集了3120亿美元，如谷歌创始人纳里佩奇2亿美元，巴菲特9亿美元，马斯克1亿美元等等。对此，乌克兰官方也发文表示感谢，致敬乌克兰不会忘记你们。其二，俄罗斯的无差别袭击也让其和北约的冲突日益表面化，双方在海域和空中的摩擦不断升级。据路透社报道，俄军的一架伊尔 20M 侦察机从加里宁格勒起飞，试图接近波兰和德国的领空，紧接着就遭到了2架台风战机拦截，成功在波罗的海上空将其驱离。值得注意的是，光是在2025年，德国就9次拦截了俄军的飞机，这表明俄罗斯对波罗的海水域的侦测越来越密集。除此之外，英国和法国也数次驱离了俄军机。4月初，法国阵风战机甚至拦截了多达10架俄机。与之相对的，北约也在不断进行试探。如英法的13架战机曾在4月底逼近了克里米亚上空，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北约在黑海附近发起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此外，北约近日还在罗马尼亚的斯马尔丹进行了代号为海风2025的军演。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乌克兰也参与其中，
而且还对美国陆军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指导。据悉，乌军的勒勒卡100无人机部队分享了他们的作战经验，并引导美军如何更高效地使用海马斯火箭系统。乍一看，乌克兰训练美军似乎是天方夜谭，但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实战的经验是任何军演都无法替代的。打了3年的乌克兰军人当然更熟悉如何更高效发射海马斯导弹，而且在无人机作战领域，他们也确实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最后，从另一方面看，俄军的军事装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锐减。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俄罗斯又从东部军区向欧洲战场转移了21辆 T62坦克。只是这些老古董距今已63年，早就淘汰了。在没有维护状态下，风吹雨淋60多年后，内部器件大多已成为废铁。但即便是这样的废铁，如今却成为了俄军宝贝。因为制裁，俄罗斯如今可能已经无法生产 T90 和 T72B3M 等坦克了。与之相对的，据国防快报报道称，北约已成功测出了对抗滑翔炸弹的装备，预计年底之前就会提供给乌军。但该报道没有披露出这种新装备的具体信息，不知道是如何进行对抗的，是利用电子战的软杀伤，还是高爆弹药进行硬摧毁。此外，乌克兰还公布了自己国产滑翔制导炸弹视频。据开源情报显示，乌克兰山寨了俄滑翔制导炸弹套件 UMPK， 但内部设计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导航精度和抗干扰能力方面，使用的是北约技术，杀伤效果远超俄军同款弹药，而且该弹药全部在乌克兰境内生产，一旦量产，能够将乌克兰以及合作伙伴武器库中数量庞大的无制导炸弹改装成滑翔炸弹，给俄军造成巨大杀伤。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澳大利亚才会把一架E7预警机部署在波兰，来协助乌克兰监控领空。据 Next 的 A 新闻报道，林赛·格雷厄姆在采访时公开透露，他在和特朗普打高尔夫球时获得了对方要对俄制裁的承诺，而且还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大家认为这能信吗？实际上，这份史上最为严厉的制裁就是格雷厄姆炮制的。他称，特朗普打完高尔夫后，明确对自己表示，是时候推动你的法案了。据悉，该方案将对和俄罗斯合作且不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预计将从7月份开始实施。作为共和党更广泛制裁计划的一部分，之后还会推动新的措施。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特朗普能否真正迈出这一步，还有待观察。不仅是格雷厄姆的制裁方案早就被披露了，之前白宫曾暗示6月实施，但现在却被推到了7月。这跟特朗普说的2周之后再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一样，总是2周又2周，遥遥无期。更引发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白宫解除了对俄罗斯民用核能的多项制裁。美国财政部在6月27日颁发了一项新的许可证，即允许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进行交易，以支持2024年11月前启动的外国核项目。这让匈牙利大为获益，因为该国和俄罗斯有着多达120亿欧元的 PAX-2 核电站合作项目。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称，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对俄罗斯施加多少制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是坚定表示要跟随美国的步伐，但很多时候，他和特朗普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火力军还是那句话，对待特朗普，你必须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而不是听他说了什么。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特朗普，都不得不承认他的不可预测性。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宣布，在加沙地带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击毙了哈马斯军事派别的关键创始人之一哈基姆·伊萨。据以色列时报披露，伊萨于当地时间6月28日在加沙被以军清除。伊萨不仅是哈马斯精锐部队卡桑旅军事学院的负责人，更被指认为2023年10月7日策划对以色列袭击的核心人物之一。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伊萨负责指挥哈马斯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他的身死将是哈马斯军事指挥能力的重大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北部边境的行动也显著升级。以军近期加强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空袭，成功摧毁了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多座军火库，并在一次定点清除行动中击毙了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情报主管。此轮密集的军事行动发生于以色列与伊朗的直接对抗暂告平息之后，表明以色列正将战略重心重新聚焦于加沙和黎巴嫩两大核心战线，通过定点清除的方式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逐个击破，以达到系统性摧毁其军事设施的目的。火力军认为，以军的这一系列协同打击行动显然说明加沙地带的战争暂时还不会停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此次夏季攻势会是俄军的最后一舞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